怀着无比的好奇，问一下大 S，你选哪方？我一定要告诉对头，你的好朋友。对。哦，好，那我再换一个问题，就如果是你妹妹呢？你拆散姐姐不够，你还要拆散妹妹啊！我还是会告诉他，但我一定会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才告诉他。我一定要亲眼看见发生某些重要的肢体语言，还要拿到证据。对。那我再问一句，要是你妹夫呢？怎么样？你会告诉他吗？哦，你说如果是我妹妹，对。小 S 在《康熙来了》没有被这样弄过哈。小 S 在《康熙来了》抚摸男人的肉体也不是第一次啊，对，所以你的标准要放宽，你知道吗？标准要放宽因为他如果有出轨，一定都是工作需要。对。好姐姐啊，好姐姐！我没想到台湾的综艺圈这么幸福。好了，那你的立场是一定要告诉。对。哎呀，这太好了，所以这边全部都是要告诉。这边人类的少数啊，这个他们选择的是反方，不要告诉。本来我们应该是反方先开始的，但是因为今天是新咖挑战老咖，我们让新咖先声夺人，好不好？好。你们每一位站起来之后，都要简短的介绍自己，不要超过2个字啊。新东方有2位名师，就是我和艾丽，我们俩数1数2，我数1，他很2。你果然是用一个2字进行了自我介绍，来开始吧。谢谢。首先，请允许我用一点点时间来向潇潇道歉。我上一季其实也参加了《奇葩说》，但是实力不够，被淘汰了。别人来问我说：“哎呀，你怎么会被淘汰？”我出于面子，我说：“因为他们太奇葩了，我做不到。”所以呢，我就举了一些例子来例证他们太奇葩，放到我的电台节目里面。结果呢，虽然我实力不够，但是粉丝还是有一些的，所以很多人就跑去跟潇潇说：“哎呀，那个人在暗讽你。”其实我没有提到名字。于是我们俩共同的好朋友刘思达就跑过来跟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潇潇？潇潇那么棒。”其实我没有提到你的名字，但是呢，还是对你表示非常的抱歉。你的发言时间快到了。当好朋友有难的时候，我们必须挺身而出。虽然我们不需要挺到说你来踢我好了，但是我们必须要及时如实的告诉他。比如说，我们俩去喝下午茶，起来以后我发现他的后面红红的。他是猴吗？什么叫后面红红的？你懂的。哦。他的后面红红的，我好羞羞。我告诉还是不告诉？哦，他懂了，哦，懂了，哦，懂了。哦，他懂了。我告诉还是不告诉？又不是我红红的，关我什么事？好吓人。但是我不告诉，他在路上走的时候，路人会看见，好朋友会看见，是敌人会拍飞照发朋友圈，我还是人吗？我是他的好朋友，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好朋友也这样诚信、讲义气的话，请你告诉他，谢谢。哎，你俩那个上一季完，你俩真撕开了。他主动来撕我，没理他。对。那个金姐，你别在意，在这屋里面谁跟谁都撕过，这是一个极其险恶的环境啊，没有任何2个人之间是没有撕过的。来，我们看一看对面。潇潇，你脸上的表情不太自然。OK 啊，那我就聊一下好了。哎呀！刚才周思成告诉我们什么？就2个字嘛。他为什么要告诉他的朋友？他很仗义，这是一个好朋友的标准吗？说实话，你这样的人，我不太敢跟你交朋友。你知道为什么吗？可能在偶尔的一个下午，我想听八卦，我喝下午茶，我会给你打一个电话。因为你符合一个3姑6婆的标准，你打着一个好朋友的名义，你干着狗仔队的勾当。说实话，人家2口子的事情关上门，人家是要演爱情片、动作片还是爱情动作片，那是别人的自由。
你一个外人无权干涉，就算是好朋友也不行。你非要在别人的人生里给自己安插一个配角，你怎么这么闲呢？我先摘掉你这个好朋友的帽子，接下来我再跟你说一下你这么做的弊端。比如说，你来告诉我，我和甜甜两口子，你告诉我，哎呀，潇潇，甜甜出轨了。这个时候我第一反应什么？我回家问他，范甜甜。周思成告诉我，你和一个背影酷似马东的男人进了7天。谁告诉你的？周思成。周思成这个贱货。好，知道吗？这个时候问题来了，解铃还须系铃人。我们两个扯不清楚了。他除了告密者，他马上即将扮演一个更加尴尬的角色，那就是来当见证人。他最好是把我和范甜甜往分了那个方向说。如果我们两个没有分手，我们两个还在一起，那你就没有办法做我们两个人的朋友，因为我选择了我的爱人。那如果我们两个在一起了，我们俩就完全没有问题了吗？这个时候我心里有根刺，也许周思成说的是对的呢，他就是埋下那根刺的人。现在呢，我要说给每一个自以为是的朋友，这个时候分2种情况，就是你的好朋友的另一半出轨了，他们活得很幸福。第一种情况，你好朋友很敏感，说实话，在这个社会上，敏感的人是过得很辛苦的。可能不用你说，他已经察觉到躺在他身边的那个人有问题了，但是他为什么要在你的面前粉饰太平？说明他不想让你看到他受伤的样子，或者他觉得他有能力处理好这样的问题。第二种情况，他很迟钝，连你都发现她的男朋友出轨了，她自己没有发现，但是她过得很快乐。所以这个时候，我要告诉那些所有自以为是的朋友，如果我是一个敏感的人，请尊重我可以独立处理好自己感情问题的权利；如果我是一个迟钝的人，请不要剥夺我做一个快乐的权利。范甜甜，她出轨了，她可以骗我5年，骗我10年，骗我15年，骗我一辈子，我都不知道，那是她的本事，那是我的福气，你不要戳穿她。在这里，我要告诉所有的朋友，如果不小心让你发现了我的家丑，请你为了我的幸福，做一个安静的、不怎么美的男子，谢谢。我不觉得我是激怒了他们，导致他们活力很猛，因为他们活力本来就很猛。辩论这个东西吧，它有一个特点，很难收住手。我也不知道你大概会什么样，那就只能是出现我说到哪儿算哪儿，然后你有什么反应我也预测不了。所以不存在说攻势猛不猛烈。现在也知道我们这个现场是来真的，对不对？是来真的啊！你发现吗？这里全都是赤裸裸的人身攻击啊！这些人只会在这个现场能够碰面，因为这个现场毕竟我们有保安。是这样子。出去会怎么样，我们就不知道了。好，那现在回到反方立场，李如如。好，李如如可以用2万个字介绍一下自己。为什么？女的呀，没办法。我可以最后再做自我介绍，好的，也可以。因为刚刚潇潇说，告诉的人有点像3姑6婆，是不是？我告诉你，其实3姑6婆往往是不会告诉你的那个人。为什么？因为3姑6婆最喜欢的就是看别人的笑话呀，看别人的八卦呀。3姑6婆当知道一个人他的另一半出轨的时候，他第一件事绝对不会是去告诉他，不会去点醒他，而是跟他的邻居说：“哎，真的吗？他出轨了，真的哇，好激烈哦，这个事情真的好激烈。”是的，然后当事人一过来，3姑6婆立马散开了，就说：“他来了，不要说，不要说。”所以不告诉的人才是3姑6婆，好吗？你们觉得告诉我的好朋友会让他痛苦？其实并不是。告诉他是让他知道他出轨后的惊天大秘密，出轨只是一个形式而已。假设我的好朋友是一个女生，她的另一半出轨了，很好，我看到了。如果她的另一半是跟女人出轨还好，如果是跟男人，那不是出轨是出柜呀！我怎么可能不告诉我的好朋友呢？可能他之前还在想啊，他为什么不愿意碰我？是不是我的不好？天哪，是不是我没有女人味？他为什么不愿意碰我？他肯定想很多这方面的问题，在怀疑自己，是不是？我只有告诉他，你的好的跟苍井空一样，你长得美的跟范冰冰一样都没用，因为他根本都不爱女人。那你们以为现场没有人有过这样真实的例子吗？真的有，那个人就是我。
我大学的时候很单纯，然后有一个男生追我，对我特别的好。他每天开20公里的车过来，就是给我送一大包零食，然后我生病的时候就照顾我，对我真的非常的好。然后我那时候很单纯啊，我就跟他在一起了。在一起之后，我发现他很奇怪。首先，我怎么强迫他都不愿意对我怎么样，就觉得很孤单。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他从来不愿意跟我独处，就是我们不管是去看电影，还是去旅行，还是去吃饭，他永远叫上第三者，我自己很痛苦。然后后来我才从他的相机里发现他跟一个男生的床照，而且我还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有个男的喊他老公，我当时就真的傻了。而且我就是因为我知道其实我们的共同那个男生朋友他是知道的，然后我就问他说你知道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他说我怕你难过呀。我就是怕你不幸福啊！我想说，我难过个屁呀！我接受不了我男朋友出轨，但是我可以接受了他出柜呀。因为这样的话，我真的释怀了。我知道我做什么都没有用。当然，我在这里说这个例子，不是告诉你们，你们的另一半都会出柜。我只是告诉你们，幸福的人都是相似的，但是不幸的人却各有各的不幸。我告诉你是想让你知道你的不幸是哪一种类别。我想让你知道你的另一半出轨之后，他真正的原因其实就是你们感情破裂、感情不好的真正的原因。所以为什么不告诉你？谢谢。如如，我想追问一下，你这个故事是真的吗？真的，天地良心，当时就被骗得很惨。是吧？那最后谈恋爱当他跟出柜的时候，那个生活的周期保持在1个月1次还是2个月1次？对，其实就是请你解释一下例行公事是怎么过的。就是在例行公事上，你肯定有感觉吧？还用到别人告诉？就没有就装啊，就装啊。就你知道女人在这方面就很容易装。你装，他也装。他就是你知道，他只会进行的最后一步。如果你要求别的那些就是前戏 something 这些东西，他就会说啊不要，就装的自己很清高的样子。所以我就觉得有点问题。如果拉这段可以掐掉吗？不会的。什么？导演组没有跟你对不起。导演组没有跟你签协议吗？不过你成功的追回了若干票。我自从主持了《奇葩说》以后，已经完全不识数了啊。好，哪位？我。首先第一点，你说了沉默，我们代表沉默，但不并代。好，你的发言时间到。并不代表我们不作为，好不好？那我们接下来说我的好朋友，是不是我最好的朋友？从小到大，金星老师说是闺蜜，对，好像不告诉她确实是不太合适，是不是？我告诉大家，合适，特别合适。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一件事情，你最好的朋友，从你最好的朋友嘴巴里听说你的男朋友出轨，这个是比任何一个人嘴巴里听到更痛心的一件事情。你感觉上你拿了2把刀，你生生的捅在你最好的朋友的心房里边，这种心痛的感觉是多么的痛苦。非常简单，我们说了我们不作为，我们没有告诉他，代表说明什么问题？我要做一个幕后的英雄。所有痛苦都是我一个人来扛，我不用去告诉我最好的朋友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一个人默默的不知道就可以了。我来帮你解决问题，我亲手帮你撕。我就约这个男人见面，跟他说得很清楚，现在给你2条路可以选。第一条路，你现在跟我朋友说清楚，跟他分手，让他长痛不如短痛。第二，我再给你一条路，现在就跟那女的分手，不亲手分手的话，我就让你死得好看，就这么简单，是不是？哎，我们说了，我们不告诉我的好朋友，并不代表我们不想做什么。这个时候，你的朋友变成一个很幸福的人，他什么都不知道。我会跟那个男的说得很清楚，只要你跟那个女的分了手，这件事情我们就当没发生过，从此两清，让你们2个人过着幸福又幸福的生活。但是如果你不告诉我的朋友，让他跟他分手的话，我今天就让你知道我范甜甜的厉害。哈，好。哇，我是谁呀？我多么的伟大呀！我是幕后的大英雄，所有痛苦都让我一个人承担，让我的朋友过上幸福的生活吧。说明什么问题？这才叫真正的好朋友。好。我怎么觉得《奇葩说》第1季到第2季中间，你是去当海盗了吗？
对，没有最近加勒比啊，最近在泰国拍电影，跟郭富城。哇，哪家投资方这么背啊？请到你。票房灵药，票房毒药，你才毒药吗你？毒药，好，人生越走越歪。对呀，收敛啊。这个，我建议你们，不论是谁先站起来说话，一定先把他拍到墙上去，大嘴巴叭先拍回去。开始吧。刚才对方2位讲什么呢？潇潇讲要给自由，自由是好的，不要去干涉别人的生活。OK， 自由没有问题，自由谁都喜欢，就像谁都喜欢吃饭，对不对？谁都需要吃饭，可是饭也有好饭跟馊饭。你如果吃了馊饭，你会拉肚子；如果你用了不恰当的自由，你是在给你的朋友加以枷锁。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只是谈恋爱，你不告诉他出轨，那回头有一天他结婚就是喜当爹啊。那你说他的人生要多么的悲惨，他之后的人生会背上多么大的一个枷锁，去挣脱这样的一个事情。好，现在呢，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我有一天呢去我朋友家里，然后呢他买了一瓶牛奶，不知道他牛奶太香了，还是说这个怎么样，反正就有一只蟑螂就爬进去了，爬进去爬出来。然后呢，我没有告诉我的朋友，第2天他喝了这个牛奶，他就拉肚子。我其实非常的后悔，因为我觉得是说，我以为没有什么关系，他不会有事，我告诉他。那你说会不会有那样的朋友？你告诉他之后，他仍然觉得是说 OK 啊，没有问题啊，蟑螂就蟑螂啊，这就是生活。可是大家知道为什么我要拿牛奶来类比恋人吗？因为牛奶和恋人一样，都是要经过你嘴的东西，要进到你身体里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一定要讲，因为爱护个人卫生，人人有责。谢谢。哦。你说的那些问题我不太关心哈，我就想问一下，你知道为什么那个蟑螂会爬到那个牛奶上吗？因为这个蟑螂认出了这是国际抗饿大品牌古力多燕麦牛奶。这广告念得好，这广告加钱，安总加钱。好，现在正方37票，反方63票。如今宝贝，你随便说。说到吃饭了，这我很奇怪。刚才小 K 告诉我们，如果有朋友出轨的话，要注意卫生。我不知道为什么出轨跟卫生有直接的关系啊。其实这题目很简单，观点是什么？好朋友幸不幸福，对不对？如果今天你的好朋友在任何情况之下谈恋爱的时候，他都不幸福，这样不管有没有出轨，你都应该劝他们分了。但如果他们幸福的话，还要不要告诉他？对我来说，好朋友的幸福是最重要的，他女朋友的节操、贞操之类的，我一点都不关心。如果他活得很幸福，你说他吃这碗饭吃得很开心，他吃晚餐吃得很开心的时候，你告诉他没有一个厨房是干净的。他吃这大肠的时候，你告诉他，你以为大肠里面包的是小肠吗？大肠原本包的是屎。鸡屁股吃得很开心的时候，你说你知不知道这是用来干什么的？有什么必要呢？而且那还是你的好朋友。每一个人嘛，都一定活在一定程度的甜蜜谎言里面。没有一个人是真正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的。如果让你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你有读心术，知道每一个人现在内心的想法，那是很可怕的。你可知道现在潇潇心里想什么？他可能想过去试了思思老师。你猜对了。这样思思老师是不是很难过？所以说，读心术看别人残酷的事情，我们还是保留着好。如果别人在甜蜜的谎言里面也过得很开心，我宁愿他被骗，起码他开心，因为唯一的伤害在于知道。谢谢。如今啊，谁在你吃大肠的时候跟你讲里面包的是屎啊？暂时还没有这么扫兴的人，扫兴，还没有。正方谁要说？其实很多人出轨都是肉体出轨，对不对？
就是说我还是爱我的另一半啊，但是我就是要出去骚，我就是要出去搞一搞，我就是要出去玩一玩。谁不爱新鲜的 body？ 是谁不爱呢？你们不爱吗？你不爱吗？你不爱吗？谁不喜欢新鲜的肉体？那我就更要告诉我好朋友啦。你真的不用重复这么多次。因为真的很爱，对，所以我更要告诉我的好朋友，因为你的另一半出轨了，你也可以出轨啊。你不可以出轨吗？所以说，如果我不告诉我的好朋友，我好朋友就亏大了，他放弃了一次难得放风的机会。当然了，请问他们这个轨道上还剩谁呢？不是，那很多人说 no， 我不爱出轨，出轨很恶心，不要。是，而且我不要和我的另一半一样，他肉体出轨，我就和他同流合污。如果我的好朋友这么告诉我的话，我会告诉他，你接受不了出轨，我更要告诉他了，你的另一半做了你接受不了的事情。所以不管怎么样，我的好朋友他都是受益方。谢谢。老咖和新咖待遇的不一样，就是老咖的发言到此为止，请坐。好，新咖的第2位。我刚才都说了，人都是要吃饭的，就好像如今说你要吃鸡屁股没问题，你要吃猪大肠也没问题，可是你要吃馊掉的猪大肠跟被别人嚼过的鸡屁股吗？大家还记得前一段时间微博上有个非常著名的事情，就是有一个男生交了27个女朋友，然后他生病的时候，女朋友一起去看他，就发现说，哇，原来你骗了这么多的人，他就是一个被嚼过的鸡屁股啊！而且这27个人里面互相还有好朋友，所以你知道什么吗？知道什么叫姑息养奸吗？知道什么叫奸夫的爱吗？就是说他可能骗了你这一个朋友，他可能会骗你，他可能会骗更多的人。那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说呢？为什么不说出来呢？而且如果你今天不说的话，今天你不讲他出轨，明天你就跟别人一起分享这27个女朋友。小 K， 你是在一个什么环境里长大的？怎么你们那边交叉传染那么厉害？交叉传染。我想问一下陈明，在你的立场上，如果让你发言，你会说什么？我不是太赞同刚才甜甜和如今的观点，因为在我对自己友情的定义当中，我认为最核心的一件事情是信任。如果我的朋友像范甜甜一样选择不告诉我，我只能理解成他不信任我能处理好这件事情。即使他背着我把我的女朋友处理得妥妥当当，他也不会让我觉得温暖，而会让我觉得恐惧。因为这样一个朋友做这样一件事情，他对我的男朋友下了如此狠手，我都完全不知情，我不知道他接下来在未来的人生中还会做出什么类似的事情，我只会疏远这样的朋友，而不是相信这样的朋友。所以我的人生当中，他不告诉我帮我解决，我会认为他只是不信任我的能力，而不是真心的为我好。我真不信任，因为让我会很恐惧。而如今刚才所说的观点，说我们总要给一个甜蜜的谎言，这点我赞同，但是要有度。如果是小尺度的东西，比如说他平时喜欢抠抠鼻子啊、脚有点臭这些事情，哎呀，你们自己解决就好。但是如果我看到了你的男朋友出轨，这会在我的划分标准中意为非常重要的事情。有些甜蜜的谎言是一个美丽的肥皂泡，维系一辈子最好。但是出轨这件事情，有其一可能就有其二，有其二就有其三，而这件事情会事关到你人生未来的幸福，所以这不是一个幸福与虚伪的选择，是一个眼前的幸福与长久人生幸福的选择。对，我宁愿戳破他，也要让他的人生看到真实的，但是由自己自由选择的意志。好，这是我对朋友的尊重。谢谢大家。我觉得陈明说的特别好，有其一就有其二，有其二就有其三。在小 K 的人生当中，一直有27，连续3下，但是目前你们也只得到63票啊。这个我们让这篇后排马薇薇啊，这个简短的啊，你力量太大，你小心点啊。1分钟，1分钟，1分钟，又轻又快又温柔。不嘛，长一点。我从来没有在我的一生中见过这么多的上帝，也没有想过那么多的上帝想要做我的好朋友。为什么？好朋友是保护者，不是教导者，不是上帝。你不是知道他人生的一些细节，你就要去教育他成长的。如果你的好朋友真的那么幸运，他能够被一个男人骗一辈子，像如今说的，他吃了一辈子大肠，大肠里一辈子都有细菌，一辈子都有屎，可是他身体依旧健康，你何必要告诉他呢？如果你真的这
么有勇气，真的那么想做上帝，你像甜甜一样去帮他解决掉那个男人呢？对不对？你又不肯解决那个男人，又不肯忍受，你解决了谁？解决了你朋友。啊，我们这个先暂时凝固在这儿哈。我们要请2位团长做这个最后的总结陈词了。那蔡团长，请先请。恋情啊，发生在2个恋人之间的感情的标准是随着时代而改变的。忠贞这个条件，也许在人口比较少的时代，每个人必须要占据好一个恋人，在那样的环境底下，忠贞是一个不可违逆的标准。可是，在现在这个大家这么密切的交集的时代，我们在网络上就很容易遇到各式各样的人。那是我们一天在网络上面遇到的人，可能比起古时候他一辈子遇到的人的人数都要多。所以，在这个时候恋爱当中，忠贞这个标准是不是还是最高标准？这个是我今天看待这件事情的一个出发点。我认为忠贞并不再是那么严格的一个标准了。也就是说，当你的朋友要多事的替你来决定他谈恋爱的对象够不够忠贞的时候，他采用的标准未必是你想要采用的标准。所以一旦你这个多事的朋友他采取了一个比你严格的标准，你的感情受到的干扰就是不必要的干扰，因为那个人采取了一个过严的标准。我认为2个人在一起要克服的问题很多，地位的差别，可能是双方家庭背景的不同，可能是2人个性的不同。我碰到很多男女情侣分手是说我们个性不合，而不是说他不够忠贞啊。忠贞并不是爱情里面最严格、最重要的那一个标准。所以，如果大家只是这么大惊小怪的把出不出轨当成是唯一要把别人拆散的一个衡量的一个准则的话，我认为是太天真了。所以我作为一个现代人，我想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对忠贞的标准各不相同，所以让恋人们自己决定忠贞在他们的2人关系当中有多么重要，而不需要你来多事，这是我的建议。忠贞不再是一个标准吗？你叫你妈干嘛？好，金星老师。我想说呢，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首先想，这件事情，我的好朋友她男朋友出轨，我亲眼看没看到？我看到了以后，然后我会善意的提醒，因为他们2个在恋爱阶段，也许我的闺蜜我貌似我了解她，但也许她就好这口呢。对吧？也许我的闺蜜也在出轨呢，那我就善意的提醒她，因为他们2个在谈恋爱当中还没有步入到契约状态，结婚是个契约精神。当我们俩 commitment， 英语叫 commitment 呢，如果我决定嫁给他，这个忠贞呢就要上升到一个高度了。但2个在谈恋爱的时候呢，我觉得都有空间。那我作为闺蜜，我会提醒她，我看见了一件事情，不知道你在不在意？如果你不在意，祝你幸福；如果你在意的话，你相信我的眼睛，我是你闺蜜，我告诉你了，仅此而已。我不启动一个拆散的作用，而是提醒，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对，非常好。那咱们商量一个暗号吧。比如说你的眉毛有点一高一低哦，意思就是你回家去查一查。艾丽问你那割眼袋呢？割眼袋可以啊，对可以。你该割眼袋了啊！这个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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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哎，我帮你综合，就是回去就说，你的眼袋怎么一高一低啊？对，这个比较理解。对，这个在自然界很少发生啊。对对，你的眼袋怎么一高一低呀？哎，我已经结婚了，我不是恋人状态啊。哦，那我绝不告诉你的眼袋一高一低，好吧？谢谢。好，大 S 关于这个话题是，我觉得还是要告诉，因为我的想法跟那个金星老师是一模一样的。我亲眼看到的话，我才会告诉他。如果我只是听人家说空穴来风，那我绝对不会说。那亲眼看到的标准要看到什么呢？比如说他们牵手算吗？就看他们牵手去哪里。如果说，比如说他们只是在工作场合上，然后比如说我说康永哥，这样就不算。可是如果他们是十指紧扣的走在
比如说公园里，或者是那种比较浪漫的地方，你就判断这两个人是在出轨。我不会判断他会出轨，但我会跟我的朋友讲说，我看到你的男友跟一个女生十指紧扣走在哪里。我觉得这个标准，这个客观标准真的太难了，因为你也不知道十指紧扣那个瞬间他是不是到底是什么情况。是你就是要发现他两个人确实是十指紧扣，而且两个人的眼袋都一高一低，这个时候就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出了问题了。如果他们两个这个后来又解决问题了，又和好了。可是这个你的最好的朋友反过来把你当成是一个多嘴的人，就你变成猪八戒照镜子。我了解。你的友谊丧失了，你也不会觉得可惜。我也不会觉得可惜，因为人生就是这样，你要选择一个甜美的谎言，还是你要选择一个残酷的现实？对。那如果是我自己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的好朋友却不告诉我的话，我会觉得我会不喜欢我的好朋友。可是他告诉我的话，不管我最后跟我的男友结果如何，我都不会迁怒到我的好朋友身上，不会影响到友谊。对，了解。我同样这个问题要问问金星老师。如果我是你的那个闺蜜哈，结果你告诉我了，我会说你告诉我这干什么？我觉得你这人，哎呀，多事儿啊！你以后没有，我们不要来往。那我会说，我说的，我告诉你一声哈，因为你的女朋友有其他的爱好，如果你继续爱她的话，好好爱她，但是注意点卫生就可以了。就你嚼那块馒头，别人也嚼了好几口，还蘸着老干妈嚼的。所以说，我就是提个醒。我喜欢吃辣，你管得着吗？没问题，我当时就那口是提个醒啊，这个意思嘛。我口重，对嘛，没问题。口重告诉你不用再买老干妈了，我口重，你不但眼袋高，你还口重。对，好吧，我们请现场所有观众朋友们做最后一次投票。红蓝键，新咖是正方红键，老咖是反方蓝键。同时恳请各位考虑到，老咖很熟悉这个现场，从容镇定，有礼有节，但这个优势不是他们与生俱来的。他们上一季在这个时间的时候跟他们是一样的，在这个情绪下面，请做最后的投票。5、4、3、2、1，公布结果之前，我们挣钱的时间到了。我们要特别感谢在《奇葩说》第1季密切关注我们的这些品牌，同时在第2季慷慨解囊，赞助《奇葩说》，他们是喝了才能愉快聊天的雅哈咖啡。记住，谢谢雅哈。记住啊，喝了才能愉快聊天，不喝就像你们似的。还有狂拽炫酷炸天的东风标致308S。哦，好劲爆的广告语！狂拽炫酷炸天，你们确定这个能收到广告费吗？东风标致308S，非常感谢。还有吃了就变豆，自己跳到碗里的 巧克力豆，谢谢。我们来看一看最后的这个结果哈。反方获胜。如果不小心让你发现了我的家丑，请你为了我的幸福，做一个安静的、不怎么美的男子，谢谢。但是如果你不告诉我的朋友，让他跟他分手的话，我今天就让你知道我范甜甜的厉害。哈，好。如果别人在甜蜜的谎言里面也过得很开心，我宁愿他被骗，起码他开心，因为唯一的伤害在于知道。谢谢。正方落败，所以3个人当中，我们要选出1个人，淘汰出《奇葩说》第2季。本场比赛老奇葩胜，新奇葩一方将会淘汰1名选手，淘汰选手将由2位团长、身为嘉宾以及老奇葩阵营4方各投1票共同决定。好，马薇，你们也做出了你们作为陪审团，你们投出了你们神圣的1票。我作为法官，我要问一句：你们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吗？相当不一致。马薇为什么选择这个人？因为第一个是因为偏题了，
然后第二个是因为爆点不够，剩下2位多，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这一位。好，康永哥呢？我选择这位是因为虽然拥有2次的发言机会，可是2次发言有点重复。我选择这一位是因为我觉得他花太多时间在解决私人恩怨上。这个已经昭然若揭了。我会不会被杀啊？不会。我怎么听不明白你说的是谁呢？好，金星老师呢？我觉得可能是在2次重复当中以后表达的他那个语言的节奏啊是犹豫的，还不够肯定。我觉得这个时候在辩场上，哪怕我说的我也知道我自己说错了，但那个状态、那个气势不能下来。4位说完了理由，来，请同时打开题板。